你在装什么？我都看过你的诊断报告。什么诊断报告？你有勃起障碍的诊断报告啊，我经纪人都替我查过。姐姐，当真是好手段。当然，我又不是刚出道的小白花。今天我还在记者面前违心夸你年轻能干，是不是得感谢我？当然，为了表达我的感谢，我必须要好好满足一次姐姐。你干什么？结婚协议里可没写我要被你猥亵。那也没写，不能情不自禁啊。你勾引我干什么？你又不行。你怎么会有反应？姐姐，跟我哥那个老邓比起来，你觉得我这具年轻的身体怎么样？我要跟你离婚。没事的，有我。生生，别怕，有我在，不管任何事情，我都会帮你解决的。大清早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！来，对准了，拍特写啊！潘雨生，这干什么？你看看你还有一点曾经一线女星的样子吗？曾经，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顾总，功不可没。顾总，你们他妈干什么吃的？人都进我房间了！别拍了，出去了，出去！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哎，出去！你越界了！你疯了吧？你发什么神经啊？你要是把那些照片都删了，这一次我可以不跟你计较。计较？真可笑，这竟是我爱了7年的男人。景致，上次公司开会不是答应我只接电影，怎么这么快就接了个电视剧项目，还是个完全不适合我的题材？雨生，你不用考虑这些，我帮你把关就好了。你好好演戏好吗？可是我是演员啊，我还有个会，你先回家好吗？好吗？采访稿必须给我拦下来，如果拦不下来，你们就去死！潘雨生，你给我一个解释，为什么要在采访中提到了结婚的打算啊？不是你说的千年一刀就给我顾太太的名分吗？都在试婚纱了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就不能少一点自己的想法，乖乖听我的话吗？我有我的规划，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怎么做的。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没有以前蠢了，是吗？你到底有没有想过娶我？你以前对我的好都是骗我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对我的好都是装的，是不是？7年的感情，只是因为我公开了，你就禁足我，躲着我，雪藏我，还恶心我。你过去半年隔绝了一切我的消息，很快活吧？最后给我一句，我不跟你计较。真是可笑，照片我绝对不会删的。雨生，你知道我是爱你的，
这次是失误，你原谅我吧。原谅？好啊，你乖一点，跪下来求我，说不定我会大发慈悲的给你打个马赛克。你离我远点，你都有老人味儿。老板真是料事如神呐！把消息放给潘雨生之后，他果然带着记者团去闹了，拍的照片尺度大得惊人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接下来1个星期，顾大少爷是住上热搜喽。1个星期，加把火，给我那好大哥管够半年。好的，老板。belongs to。姐姐，这个礼物你还满意吗？对了，老板，您吩咐我做的假的诊断报告也做好了。老板，你这啥阴招啊？我不懂。以我对顾晴之母子的了解，他们如果没有绝对安全的理由，是死活都不会放我进 PNG 的。所以，有了这份诊断报告，他们会认为我永远无法继承顾氏产业。跟着我，想要你看着我，就这样看着我。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跟我结婚，你在媒体外面公布的和顾家少爷的婚约，依旧算数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顾晴川。顾晴川，你就是那个从小在国外长大的顾晴之同父异母的弟弟。姐姐听说过我？早听顾晴之说自己有个潜在的威胁，应该就是他了。你是有备而来吧？顾晴之躲了我半年，我都找不到。看来今天的消息你是故意放给我的。聪明。凭什么让我跟你结婚？凭什么让我跟你结婚？凭我等了8年才等到这个机会。凭什么？凭我能轻易给你半年都得不到的消息。凭我能帮你报复顾晴之。凭你只要能跟我合作，我一定能掌权 PNG。给你所有你想要的资源。我已经拍到了他们的照片，我自己也能报复。然后呢？落到被 PNG 再次雪藏的地步吗？你说的理由都是利我的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我刚回国，需要盟友，并且是足够了解顾晴之的盟友。只要是顾晴之的一切，我都要抢。我考虑一下。想通了，打给我。明天早上10点，民政局门口见。祖宗，快接电话呀！我这老板，这真的什么阴招都想得出来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帮你剪一下。
哎呀，快给我！我不是故意看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顾晴之那只老狐狸，当年和我的经纪约直接签了20年，而且违约金7个，倒是能以此为条件解脱。但一个陌生人，结婚也太危险了。潘雨生，潘雨生，潘雨生！啊，小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记者朋友告诉我的呀。你说你捉奸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，你应该带上我，看我不暴扣你个渣男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刚贼搞笑。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撞见路边一男的诊断报告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说？那男孩才22岁就不行，而且他名字跟老邓还特别像，叫顾晴川。这个婚我结了。我们可说好了，按照合约，我在媒体面前配合你，你呢，负责半年内帮我从 PNG 解约。我顾晴川做过的承诺，从来不会食言。但是，你必须按照约定帮我扳倒顾晴之，而且要搬进婚房。演戏嘛，要演全套的。放心，演戏我是专业的。反正你的布局搬进去有什么所谓？来，走，跟上！今天热搜上疑似你捉奸顾总和小三的照片，是不是真的？半年前你就公开承认和顾家少爷谈恋爱，并且有结婚的打算，请问会有婚变吗？既然是疑似，就不劳烦各位媒体朋友大动干戈了。大哥，医生，昨天晚上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？你没有给媒体我的照片，就是想跟我谈条件。你想结婚，我可以满足你。二位在说什么悄悄话？顾总，您在请求雨生原谅吗？能解释一下这照片吗？二位的婚礼还能如期举行吗？婚礼会如期举行。我和雨生已经领证了。我和雨生已经结婚了。真的呀？对啊，真的有结婚证啊！这你们什么情况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是的，我和秦川已经结婚了，婚礼会如期举行。真的假的？两兄弟吗？怎么突然多了一位少爷？私生子了？这是怪我。之前呢，我说我要嫁进顾家，大家都以为是我和我们大哥。秦川呢，在国外长大，刚毕业回国，大家不熟悉也正常。兔崽子阴我，竟然用这种方式回到顾家，早知道就该拦截每一笔扒他的生活费，饭钱也不留，饿死你！这么说，大家一直以为你的结婚对象是大顾总，是乌龙喽？怎么从来没有澄清过？这有什么好澄清的？众所周知，男人嘛，过了25就是65，我只喜欢年轻的。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开玩笑的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怎么会呢？大哥可能是不知道这些梗，反正我现在回来了，以后大哥我帮你多普及一些关于年轻人的话题。所以照片是什么情况？不管小区环境和身形，都跟大顾总极其相似。现在的 AI 什么不能做啊？既然已经澄清了，各位就散了吧。你们两个跟我来。爸妈，混账，成何体统！堂堂亚洲最大娱乐公司的执行总裁，让人捉奸在床，裸露全身。如果明天股票跌停，你让我如何向董事会交代？行了，爸，也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，而且雨生已经配合媒体说过了。是啊，媒体的照片都看不清脸，只要没有实锤，死不承认就行了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来了？一个野种也有资格来这里吗？野种，请你搞清楚状况，是我这个野种在帮你的宝贝儿子擦屁股。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叫板了？你确定吗？
是我买断了雨生抓奸时你儿子露脸的照片，并且承诺他可以依旧嫁进顾家，他才罢休。需要我撒下去给狗仔一些实锤吗？你，这些都是你一手策划的，想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滥杀我们顾家。好了，够了。这件事啊，还要感谢晴川。晴川，你想要什么？爸，我是您的亲生儿子，我只想留在您的身边。这次是我的紧急公关才稳住了顾家。我想你可以公开我是顾家儿子，给我一个在 PNG 工作的机会吗？不行，你一个私生子，凭什么？凭他替你娶了我，够吗？凭他替你娶了我，够吗？伯父伯母，哦不，父亲、母亲，我和晴川已经领证了。对，我就是一个只想嫁入豪门的女演员，只要是顾家，我嫁谁都一样。7年了，在乎你们的看法有什么用？现在我只想拿回属于我的。大哥，更何况我只是进公司从基层干起，你都是执行总裁了，害怕什么呢？好，不愧是我的儿子。这件事，就算是你故意策划的，也算是有胆识、有气魄。爸答应你，明天你就来公司，出任副总经理，监管影视制作部。你也将如愿以偿，解除封禁。下一步，雾里繁花，你出任女1号。晴之，你入董事会的决议暂缓。顾总，不是说雾里繁花的女主是我的吗？照片上露脸的可都是我，你这样让我在媒体面前怎么做人啊？让开！雨生，这个女一一直都是为你留的，我知道你是在跟我闹呢，别闹了，放开，放开，放开！你脏不脏？顾晴之，不要总是用这种居高临下的措辞说出令人误解的话。什么叫为我留？这个 IP 作者心中的女1号本来就是我。太好了，雨生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你对角色的理解和我是完全一致的。如果不是顾总主动来找我，我到现在都联系不上你。顾总，顾晴之顾总啊，他说他能搞定，让你来出演，还是零片酬，条件是把制作权签给他。不过其实你不用这样啊，如果米花文娱来制作，能直接给你不错的待遇。那这样的话太好了。不用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接受零片酬，还是把制作权交给 PNG 吧。对我来说，其实米花文娱的制作能力更强一些，对你也是好事。但我尊重你的意思。我奶茶喝多了，我去上个厕所啊。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咱们1年半没接到戏了。小优，我当然知道，但公司现在需要这部戏。晴之他每天为了上市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，他最困难的时候，我应该支持他。但是他就是一个诡计多端的老登啊！是你帮他拿下的这个 IP 授权，怎么到他嘴里变成了给你资源、给你机会、让你进组了？雨生，你不能什么事儿都让别人占便宜啊！你听进去啊！听到了。更可笑的是，这个你深爱的男人还拿女1号的位置画饼睡新人。老婆，我们回家。他是我的。顾晴之，你和顾家家住在我和母亲身上的一切，我都将一一讨回来。哥，你是不是气糊涂了？雨生和我现在是合法夫妻。
你想笑就笑吧，我就是一个看起来精明，其实被男人骗，表面潇洒付出，背地里躲起来哭的恋爱脑，可以了吗？你不是，你是全世界最好最美的姐姐。没想到你人还挺好的。你过来。我是说，也不精明。忘了顾晴之，喜欢我吧。你笑什么？你以为我为什么跟你结婚啊？我跟你合作，既能解除我的雪藏，又有可能拿回我的卖身契。是一定能。男人都一样，既要又要还要，说的比唱的好听。我已经出卖了我的婚姻，我不会搭上我的肉体和感情。这样的话，我前面7年情关白过了。你既然不想付出感情，那是什么让你下定决心结婚的？因为你那方面不行啊，我的人生没有任何威胁。我不行，我马上让你知道我行不行。你干嘛？恼羞成怒啊？你怎么会有反应？姐姐，跟我哥那个老登比起来，你觉得我这具年轻的身体怎么样啊？我要跟你离婚。看来不能操之过急，会吓着的。姐姐，我开玩笑的。刚才你碰到的是个手机。姐姐，我开玩笑的。刚才你碰到的是个手机。潘雨生，你简直可笑！怎么会被一个22岁的小孩如此捉弄？搬进来可以，但必须约法3章。第一条就是各睡各的，摄像机带不到的所有地方，我都没有配合你演夫妻的义务。剩下的规则我整理好发你。姐姐，你生气的样子真可爱。消息可靠吗？绝对可靠。行，你出去吧。是。哼，果然见人就有贱命，跟他那个贱妈一样，没有享福的命。他也没有能力给顾家传宗接代，爸怎么会把顾家的产业继承给他呢？哼，看来他也没有什么威胁呀。话虽这么说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。23年前，要不是你以死相逼，你爸就要跟我离婚，让他那个贱妈登堂入室。放心吧，妈，在我手下做事，不会让他好过的。早就跟你说过，有些事该做绝的时候就该做绝。既然瞒着你爸拦截了他们母子的生活费，干嘛还留一点？直接让他们饿死在国外，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事儿了。放心吧，妈，我会让他知道算计我的下场的。我相信儿子。老板，你真厉害啊！说进 PNG 就进 PNG 啊！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？让你调查的信息拿到了吗？当然，今晚来的邓总和李总都是 PNG 的股东兼董事会成员，一直在力挺那个顾晴之，和他简直是臭味相投。好啊，必须拆了这铁三角，绝不能让他们通过顾晴之想进董事会的决议。好的，老板。姐姐老婆，我可是等你一个白天都没有搬进来，你不会是一个不遵守契约的人吧？行李在车上了。
这里可是公众场合。要我说呀，还是咱们若星懂事。那个潘雨生每次还要我们等他。若星啊，一会儿得多陪邓总、李总喝2杯啊。咱们这次的项目屋里繁花，除了公司投的部分，2位老总可是倾力掏腰包支持的。真的呀？那若星今天晚上肯定不醉不归。好，下部戏女主就定若星吧。各位来挺早啊，不过女1号好像也没有迟到，不存在谁等谁吧？各位来挺早啊，不过女1号好像也没有迟到，不存在谁等谁吧？脱衣服。脱衣服？废什么话呢？脱衣服。姐姐突然叫我过来，是想跟我干这种事？怎么这么慢？你要干嘛？别动。完美。我这是被姐姐给标记了吗？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，只能委屈你被标记一下。我自己画的不太方便，你写个名字就行。姐姐，忍一下，可能会有点痒，别乱动。好了。青之啊，现在的年轻人习惯是真不好。我记得你刚进公司的时候，每次饭局不是提前半小时张罗，把大家照顾得面面俱到。对呀，要不我们也不能支持 PNG 这么多年。好一个下马威！好一个下马威！各位，非常抱歉，秦川老早就提醒我要提早了，是我化妆时间太久了，下次一定注意。雨生，借一步说话，聊聊工作，不介意吧？当然不介意了，大哥是公司的执行董事，跟自家艺人说点工作是你的权利。走。这是什么？青之，青之，有时间我们去纹个情侣纹身怎么样？就纹这儿，我觉得特别好看。许商啊，你应该在意的是我喜不喜欢，好女孩不该做这些的。不就是个纹身吗？你是我的，要听话，好吗？嗯。放开我！你没资格这么对我，我不再是你的了。哼。
既然人都齐了，大家一起喝一杯吧。来来，今天开机啊！雨生酒精过敏，给他换成无糖饮料吧。他怎么知道我不能喝酒？雨生，今天日子特殊，喝一杯。哎，让女明星跟我们喝一杯，喝一杯，喝一杯啊！对啊，来，跟我们喝一杯吧，来，我们喝一杯吧！哎呀，来，各位，雨生喝不了酒，我替他喝。哎呦，好酒量，好酒量，好酒量，来，喝，干了！对呀，这一直说酒精过敏，我也没看真过敏。我们要不是给晴之面子，不拆穿而已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老婆酒精过敏，要是喝了起了疹子，影响拍摄怎么办？笑话！我们在座的做影视这么多年了，什么时候影响拍摄，轮到你一个毛头小子在这儿说了？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要不要喝酒，需要你来做决定吗？对呀，怎么也得把这第一杯提了吧？姐姐，没问题，这杯我喝。这才像话嘛！好，海亮啊！后面的我替我老婆喝。哎，替喝可以，不过之前晴之可都是一壶替一杯，而且还得是白的，可都是一壶替一杯，而且还得是白的。你这个从小喝洋酒长大的小崽子，敢吗？老板，你的胃本来就不好，这么喝会出事的。老狐狸给我下套，如果今天我不给邓迪二人面子，以后董事会上得明着跟我唱反调了。一壶就一壶，没问题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替你老爸试试你酒量。以后还要麻烦各位多照顾雨生。开机大吉！来，开机大吉啊！哎，是不是觉得你这小老公还挺帅的？去！你没事吧？我有事，一会儿还要姐姐负责送我回去。还能贫嘴？我看你好得很。来，川儿，我敬你一杯。好。顾总，你还好吧？顾总，你还好吧？你给我下药了。顾总，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呢？来，拿着，一会儿一定帮我确认一下，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不举。放心，这个我擅长。你看，你喝醉了。
雨生姐都不来照顾你，其实我可以啊。你是聪明人，在我和我哥之间，你只能选一个战队。我当然选你了。不过不是为别的，是因为我想和你在一起。去房间等我。顾总，那我去房间等你了。医生，也不是你听我解释。你不用解释，我们不是真夫妻，这是你的自由。你干什么？全世界的男人是不是没有一个好东西？雨生，你在里面吗？亏我还以为你是个好人。你没事吧，雨生？老板，你没事吧？去联系潘雨生的司机。好，马上。让他别走。哦，好的，老板。啊！我的妈呀！哎，不是，啊，什么意思呀？王哥，回婚房。好嘞，小顾总。喂！啊，这年轻人动作是快啊！王哥，不回婚房，回剧组酒店。王哥，王哥，连剧组派给我的商务车，司机都是你的人是吗？停车，我要下车。停车！别动，别动。你说不动就不动。你不动，我保证你没事。但你要乱动，就说不准了。这是我的清白。顾庆之，你这什么意思？这算哪门子安排？老滕，你明知道她是我的女人，你还敢来？你女人。所以你是让蒋熙拿了2张一模一样的房卡给邓总和顾庆之？聪明。你怎么了？姐姐，我被下药了。王哥，回婚房，开快点。所以说你得手了吗？说话！我本来快得手了，但是潘雨生突然进来了，所以……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视频没拍到，摸总摸到了吧？我没有。什么？你是说你来到这个房间之前，你就知道顾清川会来？你想背叛我什么？我没有，我怎么敢？我进这个房间是为了完成任务，青之，你要相信我。你最好是别骗我，
要不然你的下场会比潘雨生惨10000倍。小艾同学，把客厅的灯打开。好的，主人。慢点。姐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浑身都没有力气。我看你力大如牛。少占我便宜。你不会生气了吧？你去哪儿啊？自己喝。不，我要姐姐喂。再不喝，我泼你脸上了。喝了。顾晴之竟然让林若星给你下药，真是卑鄙。他本来就是个卑鄙小人，姐姐你不要再喜欢他了，喜欢我吧。你再不挣钱，我就走了。别啊，我错了，再也不这样了，错。我很好奇一个问题。什么？你那方面不行，下药对你也有用吗？姐姐，你要不要试试？这小子长得确实不错。哎呀，我对一个不觉的小孩怎么老是情不自禁？当我没问。那下药的事就这么算了？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姐姐，你陪我演一出戏。什么戏？这都几点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他们什么情况？开机第1天，第一镜马上就开拍了，女好人呢？要不要拍了？哎呀，晴川年纪还是小啊，起不了早，不能吃苦。导演，刚收到消息，女主因为昨天晚上喝酒，酒精过敏进医院了，上午恐怕是来不了了，下午还不知道。酒精过敏？今天要开机，昨天晚上还喝他妈什么酒啊？今天要开机，昨天晚上还喝他妈什么酒啊？不好意思，董事长，我来迟了。老板昨晚在医院陪雨生姐，一晚没合眼，第2天一早就去找统筹出了一版新的通稿单。昨晚邓总和李总盛情邀请，非要雨生喝酒，没想到一杯就过敏了，但现在已送去输液了，下午应该是可以赶过来的。导演，新通告上面的演员都在现场，而且也是这个场景。那太好了，所有人啊，按照新通告改计划拍摄，都准备起来。好，照常啊。晴川，干得不错，这就交给你了啊。晴之，跟我回公司。你个逆子，我顾怀山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儿子？你明知道潘雨生酒精过敏，你还在酒桌上耍什么威风啊？爸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本来是想在开机聚会的时候带晴川去看看咱公司的核心成员的。你少来，我都问过昨天晚上的服务生了，都说你们几个老的一直在劝酒，特别是你呀，平时做事再出格，多少还能够识点大体，你怎么就这一次呢？大意了，潘雨生是故意用纹身激我的，简直让行业笑掉大牙。如果不是晴川及时调整通告，你知道这个损失你算得过来吗？更何况你还把他喝成胃穿孔，那都是老邓逼的。你还说老邓？你跟老邓抢什么女人？还是那个林若星？你跟老邓抢什么女人？还是那个林若星？怀山，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？儿子都要被你打坏了。都是你蠢！我都看过酒店监控了，这个不成器的东西，你笑什么笑？玩女人还不是学的你？你不玩女人，能有顾晴川这个野种吗？就算他来了之后就没有好事，明摆着是他设计的情之。商场如战场，技不如人，找什么理由啊？你给我好好反省，滚一边去！好好反省。儿子，你没事吧？
那个小子比我们想象的难搞啊，不能留了。老板，老顾总主动让董事会提出让您担任总经理，不出您所料，邓总果然投了你一票。意料之中。幸好你知道昨天要喝酒，提前让我订了酒店。去见你老板娘吧。哎，好嘞，接大嫂去喽。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。今天就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。可惜，你没事吧？逮着一个女人就跟她辞境，让你看起来像个疯子，停止把我当假想敌，不然你会后悔。你现在在我手底下做事，也轮得到你说三道四吗？导演，剧本里没说他伤我呀。卡！雨生，你们俩过来一下。雨生，你说你这……导演是这样的，刚刚那个是我的临场发挥，剧里我的角色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，如果在这里都被欺负成这样了还不还手，不符合人设吗？有道理哈，这有一说一啊，刚才那条还真不错。导演，千成雪老师的剧本可是向来一个字都不让改的。那如果要改戏的话，就得跟原作者商量啊。那这样吧，刚才那条不是挺好的吗？然后我们再按之前的剧本保一条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哎，有道理哈。导演，我已经跟千重雪老师联系上了，他说改的没问题，挺合理的。那刚才那场过了啊，换场。导演，转场，快点啊！看来搞定导演也没什么用，在顾晴川和顾晴之分出胜负之前，也得两手抓。冷不冷？暖手吧。谢谢。珊，我刚刚走戏的时候才知道男主是你。你就这么不关注我啊？哪有，是你现在太火了，我一个过气女演员都没想到能跟你搭上戏。喝点热水吧，不渴吗？你发什么神经啊？小顾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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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平时都这么叫你，怎么今天装起来了？他不热。顾总，在我这里从来都没有什么大小之分，演员的老板就是总制片人啊，至于出品人是老板的老板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你的意思是，顾晴之是顾晴川的老板？不是，顾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别说话了，快闭嘴吧。顾总，我觉得你对我有误会，我是靠实力争取到女二这个角色的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你是在硬要我走后门吗？当然没有啦，雨生姐，我可没说你走后门啊，我可是从你的第一部作品《单恋成诗》就已经开始关注你啦。哦，对了，那部戏好像也是秦之总投的吧？哎，之前那个热搜上的裸照你知道吗？知道啊，不是说两个女演员抢顾晴之吗？对，媒体一直拍到的都是女主跟大顾总出双入对，怎么突然冒出个小顾总？谁知道呢？女演员不就是跟谁都可以吗？现场制片，是拍摄时间很松吗？都不赶进度是吧？来，动起来，都干嘛呢？赶紧的！那个项目是我和雨生一起去谈的，一路上从海选杀到最后，杀青后偏安季才重金签下他。在那之前，他根本不认识秦之总，更何谈走后门一说呢？哦，是吗？啊，对了，我记得雨生姐和石安哥还传过绯闻呢，好像是什么剧组夫妻。那个若星老师，麻烦过来试一下光哈。啊，来了。
小顾总，都是媒体瞎编的，你别乱想。我去走戏了。石安是个好人，你别为难他。哎，这就是选择女明星要承受的，老板。你走路不知道出声吗？哎，给你看个东西。新人潘宇生自从签约 P&G 娱乐，资源如火箭般上升。面对比自己大10岁的老板顾晴之，潘宇生甘之如饴。不仅如此，他更是出了名的八面玲珑。不管哪部戏，面对再难搞的大咖男演员，唯独对他积极配合，像是某种魔力。老板，我知道雨生姐一出道你就是她的粉丝啊，可是她跟大顾总在一起那么长时间，你难道不介意吗？你要死啊！通知，临时转场啊！抢天光拍雨戏，快点啊，动起来啊！准备实拍啊！来，各部门准备了啊！好嘞，3、2、1，开始！可心，你在哪儿？你到底在哪儿？你到底在哪儿？可心，你在哪儿啊？这么临时换场，还是石安一个人的语气，一定是那个幼稚鬼安排的。不能没有你啊，可心！可心，你在哪儿啊？我的心里只有你。这个场景还行啊，演员差点意思。你到底在哪儿啊，可心？哥，再来一条啊！演员表情不到位啊！场景，再来一条，快点！嗨，粉丝们，导儿现在在拍剧，这款剧啊绝对火爆，给导儿来点关注，点赞啊，刷小礼物，刷火箭，待会儿回聊啊！开始！可心，蒋曦啊，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顾晴川呢？老板他有事回公司了。我看他是没脸见我了。我去找导演。顾奶奶，请你冷静。现在媒体本来就诟病说你是靠关系进来的，那演戏的事人导演都没意见，一个演员掺和什么呀？那也不能因为我的私事连累孙闪啊，真是没规矩。你是说你们家小老公在吃醋？对啊，幼稚死了。可我看他也不像是那种会假公济私的人，你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了？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？我没有啊，爱上我是人之常情，好吗？你别贫了，你喝拿铁还是没事 ？OK， 过了。来，大家准备我先过去了啊！石安，快擦，别感冒了。不好意思啊，石安，因为我的私事连累了你，我回去一定跟他好好说说。嗨，这不怪你吧？不过你们是因为真感情所以才结婚的吧？嗨，逢场作戏罢了。他这么帅，不会假戏真做吧？我不喜欢这么幼稚的。你别不好意思承认啊。咱俩这么熟，我骗你干嘛？快擦。老板，我替你不值得呀。哎，王主席啊，好，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。事成之后必有重谢。哎呀，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，不用说这些。好，够朋友。啊，对了，一定要记着跟潘云生的经纪人说是顾晴川安排你去的啊。我办事儿你放心，这事儿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好嘞，那就这么说。顾总，哎，上次让你去问的那个夫妻综艺怎么样了？联系好了，你好爱人已经通过了小顾总和雨生姐的资料，下周就开始录制。好，就这么跟进去吧。是。我查过了，那个野种
就是有备而来的。他已经着手联系各大媒体，炒和潘雨生的 CP。哼，他也知道自己名不正言不顺，就想通过舆论的手段，把他们两口子打造成一个 IP， 代表平安基的形象。如果他们两个 CP 真能炒成 IP， 拉动公司的股票，保不齐你爸会怎么想？毕竟他心里一直装着那个贱女人。妈，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反噬。我真就不相信两个完全陌生的人，也没有什么性生活，在一个综艺节目里就能产生感情，而且短短24小时的真人秀啊，能没有任何破绽吗？我就是要让大众看看，他们是一对假夫妻。你安排好就行。妈，而且你想想啊，在户外录制拍摄的时候产生点什么意外，不稀奇吧？哦，终于收工了。有一个人在咱们剧组酒店等你，他是汪赞。汪赞啊，你说是那个金百合奖的组委会主席？他这么晚来剧组干嘛？感谢你们家小狼狗啊！据说是他联系的汪主席，我猜是给了点什么好处，让照顾一下，操作一下。拿奖需要靠实力啊，我可不搞走后门那一套。不是你这个人，别人巴不得有这种机会呢。再说你怎么一定知道走后门了呢？可能小狼狗就只是联络了一下而已。有点道理啊。我看他是做了亏心事。你看到他白天在剧组对孙莎那样吗？你不对劲哦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现在说起人家小狼狗就有一种数落贱内的感觉啊？小嘴巴闭起来。哎，你说这个汪主席为什么非要跟我单独吃饭？我估计是有什么保密的内容，我不方便听吧。不过他人看起来还是蛮老实的。主要是金百合在业内的分量这么重，你要是真的能拿到最佳女主，咱们就升咖了。行，我一会儿加油。那我去给你看看明天的通告，一会儿回来找你。去吧。汪老师您好，辛苦您这么晚还到这里找我。哎呀，小潘呐，你辛苦了，来，快坐。哎，喝水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汪老师，因为我最近在剧组拍摄，每天出工都很早，今天可能不能照顾好您。哦，是这样的，你也知道，你很久没有出作品了。不过我一直非常欣赏你，去年你演的那个《天路》，我看了，我觉得可以争取一下最佳女主角。哦，那个是一个小成本的文艺片，而且看过的人很少。谢谢您的肯定。评委会的其他老师其实是不太赞成的，不过你也知道，我是主席啊，我嘛，真的是非常喜欢你的。我嘛，真的是蛮喜欢你的。谢谢汪老师的青睐，这是我的荣幸。不过我想知道，是顾晴川让你来找我的？对啊，你那个老公虽然年轻，但是蛮大方。蛮懂事的，不像那个晴之总，之前每年叫他出来约你，就是没约出来。小顾总说啊，只要能让你得奖，他都不在乎的。国外回来的年轻人就是开放啊。汪老师，您这样不太好吧？雨生，你难得有个格局这么大的老公，你也是有实力的，这个奖能让你如虎添翼。放开！这不放开我喊人了！放开！来嘛，放开我！都是一个圈子。我录着呢啊！你干什么？把手机给我！真他妈是个禽兽！给我！给我！你个贱人！哎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真没规矩！这次你又他妈的没戏了！你再说一个！没有人稀罕你的臭奖！你真是艺术界的败类，给我有多远滚多远！姐姐，你打我干嘛？明知故问，你跟顾晴之就是一样的人。
姐姐，我有什么做错了，你可以告诉我。但我跟顾晴之不是一样的人，我不希望你这么认为我。雨生，你冷静一点，我觉得这事儿有误会。因为我回想了一下，其实只是汪赞单方面的说是小顾总让他来的。汪赞，就刚才那个流氓吗？对，我跟他根本就不认识。如果我跟他是一伙的，他是不是应该向我求助？他看到我就跑，明显是怕我揍他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有人冤枉我，还无缘无故打我，疼死了。那应该就是顾晴之安排的了，想栽赃你，但没想到你刚好过来。你该怎么补偿我啊？哦天哪，我有点晕，我要睡觉了，你们俩早点睡，加油。姐姐，疼。他被我那么重的打了一巴掌，怎么一点也不生气？要是换做顾晴之，早就占领道德高地，抓住机会贴各种条件了。你先回家，我找导演对戏，晚上回去找你。遵命。回婚房。好嘞。他一路走来，应该很辛苦吧？姐姐，你回来了。送给你。谢谢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好巧，我也是。那你先说吧，你今天在剧组想跟我说什么？我今天呢，一共是有2件事要跟你说。那我先说第一件吧。今天在剧组，你跟孙时安非常亲密，我很妒忌。今天在剧组，你跟孙时安非常亲密，我很妒忌。所以你就利用你的职权便利，让他在那么冷的天拍与戏。什么啊？我怎么可能干这样的事啊？你还给我！雨生，我问过统筹了，他说是导演临时要调拍摄顺序的，不赖你们家小狼狗。你对人家的误会可太深了，你赶紧收拾收拾，以身相许，赔礼道歉去吧啊！好啦，是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。姐姐，你知道一个艺人是要听经纪人的话的吧？行啊，我当然没问题。可惜某人那一方面不行。是吗？那你别反悔。好了，那我就说第2件事吧。姐姐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跟顾晴之在一起过，我要抢他的东西我才喜欢你，是我真的从认识你就一眼心动。我对你的爱超过他100倍。还有什么？上次你碰到的不是手机，是我那方面很行。你骗我！不信，那你验货喽。喂，雨生，老板，公司给你们接了个夫妻真人秀。什么？
后天早上开始，节目组就会对你们进行24小时跟拍。明天一早，他们就要来安摄像头喽。几点啊？6点。这么早？那我赶快回去准备了。不是姐姐，你怎么丢下我了？实在太早了，我们改日吧。这该死的真人秀！师傅慢一点啊，这东西放到楼上主卧去，记得不准出点生活痕迹，千万别整得跟样板间似的啊！好嘞，好嘞。记得把潘老师的衣服和小姑做的放一起。好。这才几点啊？这么早有必要吗？有必要吗？你以为演员那么好当啊？我7点就要出发去化妆了。姐姐，你不会出道8年，每天都这么早，这么辛苦吧？有时候别人眼里的辛苦，甚至是我千方百计想要得到的，我很珍惜。快点走，你个贱货，赶紧的！干啥？妈妈，你就让我去上表演课吧，我真的很想长大以后成为一名演员。就你这贱命还想当演员？你知道那课多少钱不？你那没有用的爹管过你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能让你吃饱就已经很好了，你就乖乖给我长大，家有钱人，不然我怎么回本？赶紧走！走，妈妈，赶紧走！被雪藏的时候，我对这份辛苦可是爱而不得呢。姐姐，以后有我在，不会再让你受那样的苦了。对，我得跟2位说一个事儿啊，到时候除了洗手间没有摄像头，其他地方都是有的。哦，那也包括卧室吗？对啊，真人秀不就是这样的吗？那老板是不是得和雨生姐睡在一起啊？要不要提前试一下？我看行。没必要吧？有必要。看，我们提早这么久过来，就是为了帮你们提前适应一下。对啊，要不然节目一开录，你们特别假，特别不自然，也特别没有默契，那不对。就是啊，我觉得小优姐说的对啊。那等什么呢？试试吧。试试，走，走排练去，走。OK， 所以你们平时各自喜欢睡在床的哪一边？我知道，他应该是喜欢睡在别人的左边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在采访里说过。原来你这么关注我。OK 啊，通常呢，你们在睡前，节目组是拍不到什么内容的，因为所有的摄像头都会被挡住。但是你们刚睡醒的时候包被拍的，所以现在请做出一对真正的夫妻刚睡醒时会做出的甜蜜动作。所以老板，作为男人，咱们是不是应该主动一些，拿出你在职场上的风范出来，好吗，老板？很好很好。然后呢，刚睡醒是不是应该？那是不是应该再来点亲密的称呼呢？老公，你醒了？不好意思，老婆，把你给吵醒了。我先去做早饭。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？应该是蔓越莓鸡肉三明治配拿铁。他真的像昨晚他自己说的那样，认真喜欢了我很久吗？顾青春，我可以相信你吗？恭喜你，答对了。这时候这俩人不嘴一个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你叫我干啥？放心，我有演员的自我修养，正式录的时候我会看着办的。我先去剧组上班了。放心，我可是专业演员，正式开拍的时候我会看着办的。我先去剧组了，拜拜。我老板被吊成翘嘴了。没有人能抵挡潘玉生小姐的魅力。哎呀，我这老板啊。余生，咱俩聊聊好吗？有什么话就快说吧。
你怎么把我微信好友删了？我给你发短信也不回。是吗？应该是拉黑了，自动归类到垃圾短信。7年的感情，我不相信7年的时间，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。你到底哪来的脸提7年？顾总，不对，大哥，你问这话不合适吧？我现在是你弟妹，你们又不是真的。不管真的假的，我跟你都结束了。你是我的，你不能走。回到我身边吧，我不介意你们领证。我介意。他有什么好啊？他一个小孩子，能包容你的情绪吗？他本来就年轻，身体好，现在又勃起障碍，他能给你什么？别气我了。对，你说的都对，但他没有老人味儿。对，你说的都对，但他没有老人味儿。雨生，可以不要再气我了吗？你之前做的我都可以不跟你计较，我也可以帮你重回巅峰。你知道，你需要我。一个男人，爹味怎么能重成这个样子？此刻好想念我的小狼狗。顾晴之，你清醒一点！我离开你，报复你，只是因为我讨厌你、恨你，没有爱而不得，也没有因爱生恨。你别臆想，不要永远自我感动。你谁都不爱，你只爱你自己。晴之，我早就说过你会发现，只有我才是对你一心一意的。潘雨生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给过你机会了。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？应该是蔓越莓鸡肉三明治。我知道，他应该是喜欢睡在别人的左边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在采访里说过。我喜欢你很久了，姐姐。我不是因为你和顾晴之在一起，我才要抢他的东西。我想告诉你，我对你的喜欢远超他10000倍。我也是。什么？有功了！顾晴川，我来了。怎么了，姐姐？谁欺负你了吗？顾晴川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喜欢我吗？当然喜欢。这次我还能相信吗？你会一直陪着我吗？别怕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你们来了，欢迎欢迎。二位早上好，好养眼的一对啊！我们在客厅先做个前彩吧。好啊，请进。快坐吧。请问二位能不能跟观众讲述一下你们的美好相遇啊？请问二位能不能跟观众讲述一下你们的美好相遇啊？这份是给你们准备的2张问卷表，请提前背熟啊，千万别答错了。我跟他的第一次认识是在去年的 PNG 的年会上，那个时候他正准备毕业。也就是说，你们相识也不过1年左右。那是什么让你们快速了解彼此，并走到一起呢？是因为虽然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年前，但是我对他的了解不只有1年。哦，怎么说？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看我老婆的作品，通过网络和自家公司，我早就对他的信息倒背如流。这也太好磕了吧！所以是小10岁的年下总裁蓄谋已久吗？是啊，我还有一本很完整的追星相册呢。
那二位在了解对方成长过程中，最心疼对方的事是什么呢？我很心疼他，从小就出来打拼赚钱。我很难过，为什么没能早点有能力保护你？他不需要成为任何人的工具，你就做自己。那你呢，余生？潘雨生，接受吧，你还是那个你，勇敢的去相信，去爱吧。我心疼他母亲过世的太早了，他小小年纪就承受了太多不该有的沉重。以后，让我替你母亲继续照顾你好吗？好。感谢二位的配合，那我们下次再见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慢走。哎，就当做是一场梦，醒来还是很感动。就这样拉钩，约定一直都陪着我吧。好。那这也太浪漫了吧！所以小狼狗不仅是你粉丝，而且他从你还是小透明的时候就开始关注你。节目而已，不是姐妹，这么帅你都不沦陷，你是接过毒吗？我装的，我已经沦陷了。哎，那我有个问题啊，这年轻的肉体是不是真的很……哇塞哇塞，我也想听，我也想听。真的。啊，过2天那节目组要有户外拍摄，还有运动项目，你跟小狼狗记得穿的方便点。没问题。哎，我拿下项链盒。没事，我来。岂有此理！顾晴川竟然跟潘雨生在综艺节目里成为最高人气的 CP， 是，这也是始料未及的。已经尽力安排栏目组提问一些考验二人默契的问题了，没想到小顾总准备十分充分，而且什么呀？而且据说小顾总真的暗恋潘老师8年。没想到这小子早有预谋啊！据栏目组说，是的。顾晴川，你从14岁开始就想夺走我的一切，看来我等不到录制综艺的时候再弄死你了。我现在就想让他吃点苦头。咔！情绪不够激烈啊！再来一遍。导演，我觉得挺投入的。哎，创作啊！今天你的任务就是不断给男女主加激情戏，直到顾晴川叫停为止。导演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感觉我刚那遍情绪还蛮好的。我也觉得还不错呀。那个焦点不够好啊，辛苦再来一遍啊。行。再来一遍啊！导演，如果你觉得有问题需要调整，是不是可以早点喊卡？有必要从头演到尾吗？晴川呐，专业一点嘛，听导演的安排了。
能停？我说停，听到了吗？是没有人看出他故意加这种戏份是吧？都瞎了是吗？哎呀，小顾总，我这真没有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创作。放他妈你的狗屁！我看你就不安好心。你导演，消消气啊！不拍拉倒。哎，雨生老师快就位了，要拍了啊！你不去拍吗？会不会影响不太好？你还知道影响不好？你怎么那么幼稚，那么失控？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他们在欺负你，我怎么冷静？在这个行业被欺负是家常便饭，这是片场，我在工作，能不能保持专业？你知道这个机会对我有多重要吗？你知道过去几年没有戏拍的时候，被群嘲的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所以，专业就是对不公正的事视而不见，是吗？哪怕是你的事。顾晴川，你还是太幼稚了。我是为了你好，为了我好就要被别人当靶子使是吗？能听明白吗？我听不明白，我也不想听，我也不想懂。我明明是为了你，你却还来怪我。我没有在怪你。算了，你自己冷静冷静吧。能不能不去拍了？我们回家好不好？不行。顾总，很少来片场，不太适应吧？你来干嘛？如果你觉得很不适应的话，或许若星可以为你做点什么。上次在洗手间教训还不够是吧？你是认为你已经出镜了，我换不掉你是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总是在推开我呀？是我不够年轻漂亮吗？还是我不够温柔体贴？我不要什么名分啊！如果类似的事情再发生一次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换掉你，造成剧组的损失。PNG 会给你发律师函。做得好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为我们报仇的。顾总，记得答应我的事情就好。这一次，我可是赌上了我整个演艺生涯才做这件事。哼。喂，通知各大公众号。记得买热搜哦。你们两兄弟这是比赛着气我呀！哎呦，别生气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晴之毕竟是从小养在身边的孩子，再出格也不会在公共场合做这样的事情。况且，那可是剧组的服装间。爸，我知道我的解释很苍白，但我的确是被人设计的。晴川，这话就说的不对了。上次你哥也没找借口说是被设计的，你妈没教你吗？但是你也要敢做敢当啊！我妈的确是没教我怎么去阴阳别人。你还敢说？你们兄弟俩来来回回就这那么一个女人吗？爸，您消消气，听我给您解释。那个林若星本来的目的就是晴川，晴川把房卡给了我，可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房间里有人。哎呀，儿子，那你上次为什么不说呀？妈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嘛，我不想给爸添堵啊。晴川，这怎么回事？还有上次雨生灌醉酒影响了拍摄，是我的不对，我认。但是这次林若星的事情我已经确认过了，酒店就是有监控录像，我现在就给您看。够了！够了！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，
你们兄弟俩明争暗斗的，可是影响的还是咱家的公司啊。PMG 倒了，你们俩谁会有好处啊？爸，我跟了您40多年，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吧？但是最近我不知道怎么了，总是觉得有问题。庆川，从明天起，你不用来公司了，反省一段时间。爸，我一定会严于律己，让您看到我的改变的。你以为就你会使阴招啊？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拍到的都是你做过的，而你设计的都是无中生有的事情。可惜啊，没人相信真相。哎，出来！小顾总，您对于您在剧组被拍到不雅照片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你和潘雨生还录着恋综，就发生这样的事，你们是开放式关系吗？恋综上的恩爱是假的吗？雾里繁花资方马上要撤资，马上要停拍了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停拍？你回来是问我林若星的事吗？当然不是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我的失控，甚至会导致雾里繁花的停拍。不要借酒消愁，也不要浪费时间说抱歉，这都是在占用你打翻身仗的时间。你相信我，就像你相信我一样。我到底在干什么？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够成熟，是我情绪不够稳定。但是我看你在片场被他们欺负，不管我怎么制止，他们都无动于衷，反倒在那颠倒黑白。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，妈妈去世的时候，我想要去救她。我去银行取钱，但我怎么取都取不出来，他们说那是空头支票。后来妈妈越病越重，我没有钱去给她治病，眼睁睁看着妈妈在我面前离开。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，你才22岁，已经做得很棒了。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吓到你了？这有什么？我刚出道那会儿，每天都情绪崩溃，躲在厕所里爆哭。真的吗？等一下，晴川，你刚刚说你在国外拿到的是空头支票，所以你怀疑是顾晴之在顾怀山的支票上动的手脚。对啊，但是在妈妈的描述里，顾怀山应该是很爱她的，不至于拿一个空头支票去羞辱她。那你想，如果这种人连给你们的救命钱都敢动，他会只动这点钱吗？有道理。而且你想，他转移了那么多给你们的支票钱，干什么去了呢？所以，我们只要顺着这个钱去查，就能抓住他更大的把柄，将他一举给扳倒。没错。不过，我们现在缺少一个诱饵，就让我来做这个诱饵吧。我不允许你做这个诱饵，绝不允许。我们是夫妻，是利益共同体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还有，我愿意相信你，
可是没有可是，我就是最好的诱饵。很好，接下来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当然，我就说顾晴川是个玩咖，用换掉我来威胁我跟他发生关系，顺便还能泼潘雨生那个贱人一身脏水，告诉媒体顾晴川是因为潘雨生和孙时安的奸情才找长剧组女演员的。闭嘴！闭嘴！你没资格骂他。哟，怎么？你这种人心里还真有白月光啊？注意你的说话态度啊！哦，是吗？我没记错的话，我现在应该是你最后一颗子弹吧？我们是平等的。罢了，按照约定，我还是会给你一部戏的女主角。那我要潘雨生眼里面最贱的角色。你做人别太过分了，你走吧。怎么？利用完我了，就让我走啊？懒得理你。好吧，那我今天先回去了，拜拜，顾总。你怎么来了？许生，你先走吧，过2天就能收到新的剧组通知了。难得你来找我，怎么了？我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怎么了？我对不起公司。发生了什么呀？你跟我说。方赞这老色批，叫他化成顾晴川帮雨生买奖，他怎么去潜规则了？晴之，你也知道我是一时糊涂，我这么多年工作没有起色，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容易做错事。当时王赞明明说给我最佳女主角奖的，我也是一时心急，没想到被有心之人拍了下来。这个要是曝光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别急，别急，有什么我们一起想办法好吗？我就知道，关键时候还是你能帮助我。你以前总管我，现在我才知道你的用心良苦。出事儿了，知道找我了。没事的，怎么说我们也是那么多年的感情了。其实有件事我骗了你。纹身呢？我和顾晴川的情侣纹身是假的，是画上去的，为了气你。这是看顾晴川失势了，就来向我示好。但你都被汪赞那老头玩过了，就别怪我不仁义了。让你联系的那个接手潘雨生经纪公司的事情怎么样了？也不知道怎么的，最近潘小姐黑料满天飞，以我们开出的价格，业内专业点的公司都不愿意谈。唉，那个赔钱货呀！这样留着也没有用，还影响我们公司的股价，找个公司卖了吧。如果能降1半以上的话，倒是有家境外公司愿意接盘，不过他们的条件还有一个把物理繁花整个项目的盘子也接走。这种烂盘子我就求之不得别人把它拿走啊！顺带着把潘雨生的经纪约一块打包卖了它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去吧。你的卖身契永远都回不到你自己手里，只要它哪怕还有一丁点的价值，作为商人也要去买卖，而不是解除。在把你卖给别的公司之前，你还得帮我完成最后一个任务。从大家脸上能看得出，今天的户外录制，大家的心情都很明媚。你们看到草地上那边的小路了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今天的游戏规则非常简单，哪组 CP 能使用规定的拍照手势，在1小时内与每一只小鹿合影，且最后派一人把合影开车送到2公里外的情侣博物馆，
最先到达的组就获胜了。最后留下一人在这边进行默契测验。可是这些小可爱都长得一样，他们会不会以为我们在拍重复的合影啊？你说，以后我们生了宝宝，带他们去动物园，他们会不会也问和你一样的问题啊？还他们？你想生几个？当然是越多越好啊。你想得美。节目组还为大家准备了吸引小鹿的鹿饲料，请大家自行来领取。走吧。你说也挺奇怪的，这《雾里繁花》都停拍了，这个综艺还没有把我们给换掉。可能黑红也是红吧，恋综也需要这种流量。有道理，走。小鹿们，我们来啦！走。3、2、1，应该够了吧，宝宝，快去送照片吧，我们肯定能赢。怎么办？没有动力。现在呢？有动力了，快去吧。今天在你们化妆的时候，老公们就答完所有的题了，现在轮到你们了，看看经过这次的节目，你们的默契值有没有上升。哇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，可惜雨生你和小顾总今天就要垫底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顾晴川的车回来时溜车了，车摔下山崖了。啊！儿子，干得好！妈，他一定想不到他会死得这么神不知鬼不觉。只有让他彻底消失，才不会对你有一丝威胁。是，妈教育的好。啊，对了，我要提醒你一件事啊，你爸最近想抄底价收购一批小的影视公司，要用钱，你可别光想着挪，该补的要补回来。可是，上半年我赔了不少啊。哎呀，早就告诉你不要挪那么多钱去炒股啊！啊，我知道了，妈。其实也没多少钱，我自己想办法吧。哎呀，你可别搞出什么事情来啊！好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我有挪那么多钱吗？这样，你去帮我问问那家想买潘玉生的经纪约的海外公司，我把我 PNG 的股份押给他，半年以后赎回，看他能不能给我拿过桥费5000万美金。这样的话，潘玉生的经纪约还有那个烂尾项目，我全送给他。我可以问问，打个电话去。哎，对方只愿意出2000万。他说股权这个东西，半年之后不知道到底值多少钱。如果你还不上，他风险很大。好，2000万就2000万。他们还说只接受港城账户。可以，可以，去走流程，快。是。喂，你怎么手脚那么不利索呀？谁能想到，连车带人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，还有命回来？看来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。顾金川，我不准你有事，因为你，我真的以为我要开始幸福了。姐姐，你醒了？难不难受？有没有哪不舒服？我去喊医生。嘘，姐姐，先去门口看看，有没有人盯着我们。好。
门口没人。姐姐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我用关系从医院打探到，潘雨生今天请了半天的护工出去办事儿了，这是下手的好机会。护工我已经摆平了，监控也已经处理掉了。好，这种事情不要在别人那里留下任何把柄，亲自动手吧。也就是说，顾晴之在车上动了手脚，但是你上车前发现了，所以就让蒋熙协助你伪造了翻车现象。是。吓死我了！疼啊，疼！还是受伤了是不是？没事，小伤。姐姐，把我手机给我一下。丹吉尔先生，您的转账我们已经收到了，您要的潘雨生经纪约和乌里繁花制作权都已转到您的名下，即刻生效。7年了，我终于解放了。对啊，姐姐，恭喜你，终于自由了。爱你。能为姐姐做这些事，是我的荣幸。是我的荣幸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，我们只需要请君入瓮。青川呐，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自打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我想碾死你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可你非要挣扎，换来的呢，就是多几天的折磨罢了。何苦呢？你真的以为我查不到那家境外公司是你的吗？你死了，2000万美金都是我的，股权也一样是我的。我的乖弟弟呀，安心的走吧。我是被胁迫和指使的，小顾总，他从来没有以幻觉来威胁过我，进行一些不正当的关系。他是一个正直的人。请问指使的人是谁呢？关于这个，我会将全部证据上交给公安局。好事，事情直接反弹，把潘雨生和恋爱专家直接搬出来重映，沉冤得雪是最好的宣传，股价一定会触底反弹。哼，反正那小子已经去西天了，假装没签过那个合约就好了。顾总，您亲口说点什么？顾晴川，是不是很惊讶？我为什么没死？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顾晴之，你解释一下。他把最值钱的2样东西给卖了。什么？准确的说，是送了。啊！送了？什么叫送？是怎么回事？这怎么能送出去的？你们2个合起来骗我就算了，怎么还有你的事儿啊？别急，别急，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想办法。林若星，你真以为顾晴之是你最后的依靠吗？我就是前车之鉴，跟他在一起7年又如何？照样不是连名分都没给我。你信不信，如果我塌房了，他第一个就放弃我？你身上有光，别总把希望放在男人身上。你从来都只是把我当工具，我受够人人摆布的日子。秦川总已经答应我，不追究我栽赃他的事情。我能跟你合作，为什么不能跟别人合作呢？你一个18线的小艺人，你怎么敢这么对我？滚！你配不上任何一个女人。
所以说，汪赞的事情也是你编的。你指使汪赞干的好事都被悠悠录下来了，除了他，没有任何人有这个东西，根本没有什么黑料。而且视频内容也不是我接受潜规则，而是我痛斥反击了潜规则。我已经提交给相关机构了。另外，我查了，金百合最佳女主角奖，评委会本身给的就是雨生，是你是阴招。你还没想明白吗？你越想掌控，就越会失控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港城的账户是可以在24小时内撤回。你以为我死了，这2000万美金就可以安全进兜了吗？哼，不好意思，我从出生前就很难杀。青川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什么2000万的，什么死不死的，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的宝贝大儿子长期挪用公款，用于个人户头炒股，亏损无数。这次公司需要回笼资金收购小的公司，他为了堵住窟窿，2000万美金就把手里的股份给卖了。但是这2000万美金已经被我给撤回，并且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代价，买通司机将我摔下山崖。这是谋杀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！你逆子啊！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杀人了，因为他的贪，他的恶，害死我妈。你这个杀人惯犯！你妈的死跟他也有关系？我和我妈被赶出国后，只收到前2笔抚养费，到后来，一直都是空头支票。怎么可能啊！我每一期都按时打的呀。你是让顾晴之打的款吧？对。是。他是每次都开了相应金额的支票没错，但是兑付的户头却是空的，因为他都转移到了他的另一个账户，所以每一次都需要转账记录。但是我在异国他乡取不出来钱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我妈死在我的怀里。我早知道一笔钱都不该给你打，让你饿死在国外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事儿了。顾晴之，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畜生的？我们已经报警了。跟我们走。我说了，不要让我重复2遍以上的话，也不要挑战我。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。顾总，那我们……我说过不要竞标那个项目，再听不懂就去财务部结算。老板，您现在都是 PNG 的执行总裁了，以后这种事情就让经理级别人去做就好了。你觉得这样我能放心吗？谁是雨生姐助理啊？我在呢。小姑呢？哎，姐，我来了。哎，老板，饿了，姐姐，要吃点饭吗？不吃。那喝点水吧。哎，这有水，喝了。也不喝。那看剧本吗？现在是在拍这个33-2，你看看。也不看。咋了？你对我这一日助理不满意是吗？我只是想你了。姐姐老婆，我也想你。对不起啊，刚办完婚礼都没时间陪你度蜜月，还要辛苦我日理万机的总裁小狗来给我当助理。没事啊，哪有老婆哪就有度蜜月。看在你这么乖的份上，想要什么奖励？我想要什么你都答应吗？我们赶紧下班回去生孩子去吧。想得美。我爸可说了，咱要是有了孩子，他立马退休，我当董事长。那我看行。行，那走啊。走。走。没转过手，
哈哈哈哈哈。